嗨，朋友们好啊，我是小创。本期视频，小创来给大家说一说我和苏教练对这几天特别火的多尼克张继科原创碳素的一个试打感受吧。小创手上的这一支的话呢，厚度实测是 5.85 左右，然后克重是 91.5 克。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到我们的试打感受视频，我决定来介绍一下苏教练哈。那么小创为什么会邀请苏教练跟我们进行一个试打呢？就是因为原先张指导也提到过，这支底板呢可能是按照他的手板去进行制作的，那么这个上限的话想必一定会比较高。那么小创的话水平其实也比较有限啊，只有这个2000分左右，可能我害怕自己达不到这个水平的最高上限，摸不到它的天花板，不能够完美的体现出底板的性能，所以说我们邀请了我们的苏教练小创和原广西队元老队员苏教练进行一个张继科原创碳素的试打。这支底板呢在小创的手上已经有3天了，那为什么到现在才出这个试打感受呢？大家需要理解一下。我第一天下午打的时候呢是在球队里面跟大家伙一起打的，跟队友也试了，然后到了晚上去找苏教练进行了一个录制的试打感受，然后再到了第2天自己训练课也是拿这个底板去练了一整节课，可以说对这支底板也是产生了自己个人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试打感受吧，所以说打算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至于更深层次的试打感受的话，估计还得过段时间，因为我会拿这支底板去参加一些比赛或者是参加一些训练，到时候再给大家总结啦。步入正题啦，这支底板的配胶是正手的蓝国，反手的蝴蝶 D09C 哈。在我初次去试打这款底板呢，是在我们学校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场馆，当时我开着直播试打，当时呢感觉这支底板的小力量，不管是攻球还是在拉球中，都感觉到有一些硬实的感觉，可能跟第一次打这支底板没打开也有一定的关系吧。然后到了晚上，我来找苏教练进行一个试打的感受啊，这个球馆呢就相对来说更大了，然后球也会更慢。然后呢，可能是因为第2次试打吧，在这个球馆我就感觉到这支底板它相对来说就没有在那个小场馆打起来这么硬了，可能跟打开了一点点也有关系哈。但是呢，我还是能够感觉到这支底板的里面是比较紧实的，感觉就像一把绷得很紧的弓箭，打在手上的一个力量反馈对于小创来说不如蝴蝶的凡 A 和维斯这么清晰，给小创的感觉就是生怕拉不动这把弓，又生怕拉这把弓的时候拉得太大，出箭的威力太猛。其实苏教练的发力水平已经是相当的高的了，他打球基本上他的核心还原的非常快，不需要去制造太多弧线。苏教练在拿这支底板和小创在拿这支底板的时候，完全打出了是2种感觉。其实并不是说小创发不上这么大的力，大家都是有一定的基本功的，发力谁都会，但是呢，能不能够发力保持稳定性，并且在发力的时候能够驾驭得住这款底板是很关键的问题。苏教练他拿这款底板呢，其实也是练了一些计划，然后他给我的反馈就是说，这把底板的质量其实比一众的蝴蝶 ALC 的质量都要高。我在防守端呢是能感受到这款底板拉过来的球其实旋转不算是特别的强吧，但是呢它落台是非常的往下扎的，而且速度很快。我慢慢的去适应这款底板之后呢，其实我也是能够拿这款底板打出比较高质量的球。但是这支底板对于小创和苏教练来说，它的一个弧线保护真的做的不是特别的好，可能它真的太考验我们使用者的这种核心绷紧的一个感觉了。在下旋球这一环节的话呢，我当时在学校第一次打的时候，说实话啊，真的失误挺多的，而且都是出界居多。然后晚上过来跟苏教练去进行这个试打感受之后啊，苏教练他指导了我一下，让我对这支底板稍微适应了一点之后呢，下旋球就会变得好一点。我们需要更主动的去赢前，而且更主动的去加摩擦，然后最主要是最后那一下一定要给它收住了，不然这支底板的一个弧线的话呢，真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考验我们使用者的一个核心力量吧。不过后面苏教练他也总结了一句话，我们付出的多，其实呢它落台的一个质量它就会更高。最后我们一同发现，打这支底板的时候呢，你的付出越多，它给你上台的这个给对方的威胁就会越大。它的质量在这种一众的市面上的外置底板，包括蝴蝶的超级 ALC 这个纤维，我认为说
它真的比超级 ALC 的杂台感还要重，这样我们就能够联想到张指导那惊人的爆发力还有身体素质了。能力越强者打这只底板就会越强。那首战反馈对于小创这种业余的选手来说，小创认为说确实不如当今蝴蝶的几款 ALC，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其实以前老骂一些的蝴蝶底板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硬的，那个时候的手感反馈其实也不是那么好。蝴蝶底板呢，近几年它做的确实是越来越柔软，照顾了我们业余大众的一个手感反馈。但是呢，大家发现没有，它的上限相比于之前来说，确确实实是降低了很多。特别是最具有代表的蝴蝶王维斯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我操！在视频的最后，小创也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小创个人主观的几个观点哈。大家可以看到，小创给这个红章又换上了2面最新的胶皮，你看敌人9C也是新的，包括蓝国也是新的。我打算拿这支底板坚持打个1周多吧，去参与一些比赛或者是参与一些训练，到时候说不定还能有更深层次的一个实打感受。到时候小创也会给大家进行分享哦。小创最近在去试打这支底板的时候呢，收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小创这个底板你杀板了吗？张指导说要杀板了才好打哦。我想表达我的观点就是，我这支底板我没有去打磨，因为这支底板呢我是借我朋友的，他也是借给我去做这个测评，我不可能说去动他的底板。然后还有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其实我身边有多多少少也有一些省队的朋友，包括有一些国青队的朋友吧，包括我们自己一些业余民间的球友。我们杀底板首先的一个主要目的，我认为说应该是以让这个胶皮更好贴为主。其实杀底板的话呢，我见过杀的最狠的其实也是省队那帮朋友，他们杀的呢是这个打磨的一个侧后区域。侧后区域它去杀薄了一点，然后的话呢，能杀掉个大概3到5克吧，但其实对打感来说相对来说影响不大。然后我为什么会去这么说表达我的观点呢？因为如果说这支底板真的像你们这些球友所说要杀板才好打的话，那我在想，那为什么多尼克他在出场的时候他不去自己把它打磨好呢？反而让我们这些球友拿到之后再自己动手打磨呢？那我们打磨应该用的是1000目的沙子，还是用1500，还是用2000目，还是用500目，还是说用哪个品牌的沙子，还是说要打磨多久，还是说要用什么方式去打磨，还是说每个人因为每个人他的手的力度都不一样，万一我打磨厚了，他打磨薄了，那么对这个底板的一个打感是否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呢？所以说我认为说这支底板说要砂纸打磨的才会好打，我认为说这个观点在我心目中是不太成立的。不过这也仅仅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啦。因为小创个人确实水平有限啊，我能够分享的就在这里，感谢大家对小创的支持哈，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到这就结束了，期待一下下期更深层次的一个感受吧。